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辽宁鞍山奥体中心乒乓球的赛场。那么今天的这场男子单打决赛呢，是乒乓球全运会的收官之战。全运会的男子单打决赛呢，是由来自北京的小将樊振东。在马龙单打比赛当中，第一轮轮空，第二轮4比0战胜了福建的郑培峰，第三轮是4比2战胜了河北的梁靖昆，1/4决赛4比1战胜了上海的王励勤，半决赛昨天战胜了解放军的王浩。这场比赛跟王浩的比赛，半决赛的胜利可以说不是一场简单的胜利，对于马龙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已经连续3届世乒赛半决赛负于马龙，也似乎成了马龙心理上的魔咒。但是昨天马龙4比2战胜了王浩，晋级到男子单打的决赛。截止到目前，马龙整个全运会上乒乓球比赛输掉了1场比赛，那就是团体半决赛输给了解放军的小将周宇，也使北京队无缘团体冠军。另外再来介绍一下小将樊振东，不到1年的时间里横空出世，他的出现呢，也使解放军队能够在团体赛当中卫冕成功，同时也给解放军队带来了惊喜。樊振东今年有17岁，他出生于湖南东打球，然后最后到了解放军队。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次也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已经拿到了全运会的2块金牌，和周宇合作获得了男子双打的冠军。那么为了更好的介绍这场决赛，我们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李晓东指导，和我一起来给大家介绍这场比赛的情况。李指导，您觉得这场比赛小胖的这个机会有多少？我觉得这场比赛从赛前我问了他主管教练吴敬平教练，他也很难预测，我心里也很难预测。欣赏这场比赛跟观众介绍一下，是吧？在这个乒乓球运动中，它有5大元素：速度、力量、旋转，这算动力元素。在速度、力量、旋转当中，樊振东的力量跟旋转非常突出，速度也不慢。马龙在这方面呢，就是在速度方面比樊振东稍快一些，但是在力量跟旋转上面比樊振东差一点。您觉得这个技战术上争夺的焦点在什么地方？他下边就是说的马龙好的还有一个是准确跟变化，这个马龙要比樊振东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男子单打决赛的第1局比赛。马龙和李晓霞一样，都是辽宁鞍山人，今天在自己的家乡土地上进行比赛，相信他们是非常渴望拿到做的胜利。听说马龙的奶奶还到现场来看比赛，我觉得他真幸福，他奶奶还能来看比赛。从现实水平来说是马龙要高一些，而且就是说呢，从以往战绩也是马龙好一些，但是这场球来说，就是樊振东他的状态非常好，而且就是说呢，就打法的先进性来说，他杀伤力应该威胁性都比马龙要大一些。马龙就胜在他的速度快，变化多。今天争夺的焦点，观众可以看。是樊振东的实力能够压制马龙的速度跟变化，还是马林的速度变化能够占上风？是的，这是一个最大的看点。樊振东在第一轮轮空，第二轮4比0战胜了福建的陈曦，1/4决赛时候4比2爆出了本次比赛最大冷门，就战胜了大满贯得主山东的张继科。半决赛昨天是晚上4比2战胜了上海的许昕，这场比赛打到了晚上11点30分才结束。开局马龙还是打出了他一贯的这种精细。马龙在国家队有一个外号，这叫开局王。开局王。就说马龙他这个不容易，这比赛的投入的速度比一般选手要快，而且他的变化特别频繁，在开局阶段。这种也是天赋啊，我觉得。对。所以有的选手如果说跟马龙在
前面你扛不住他这个速度跟变化的话，有很多球就没得打了啊。这个男子单打的决赛啊，这个场面和半决赛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在打法上，这个樊振东啊，我举个例子，他就一个重炮手就是靠着他的火力猛力量大，旋转强，速度稍微慢一点，但是他的质量特别高。不行，武器。马龙打的是组合拳，就说呢，我绝对力量不大，但是我每一板衔接的紧，我每一板爆发力强，我变化比较多。但是组合拳里头有一个支点就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素质。如果说在组合拳当中你一板漏掉一板球的话，对方就会抓住机会。所以这个也是对以前马龙失利总是组合拳在组合当中某一板降低质量就给对方留这种搏杀的机会。从昨天来看，他对王浩就比以前有了进步。好球。另外马龙的反手他的相持实力和厚度也是需要提高的一个方向。秦志坚教练也说这一段马龙就从世界锦标赛完了以后，还是加强了反手这种发力的训练从这次全运会上还是收到了一些效果。今天也是全运会乒乓球赛场在开赛以来最热闹的一天。今天基本上观众坐满了现场。哎呀！所以樊振东这边拧拉也继承了王浩跟张继可的衣钵，这球拉得非常漂亮，而且拉出了大角度。好的。你看今天马龙有点志在必得势如破竹的状态。马龙是开局王，刚才李晓东教练介绍了，所以他第一局发动的很快，身轻如燕。现在10比7。这样马龙10比7，先声夺人，拿下了第一局。稍后呢，将继续为您带来第2局的比赛。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第12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决赛第2局。第一局是马龙先胜。好的，小一板。好球。这个球小将樊振东打出了气势。
这板是关键。你看这板他反手已经翘了，已经翘起来。如果这个球削的再低一点，樊振东就不好这么爆冲。李指导从第一局来看，我觉得马龙还是非常棒的，因为这场比赛我觉得对马龙而言更多的是轻。如果有着昨天半决赛的发挥，那么整个夺冠的势头可能会在马龙这边。您怎么看第一局？我觉得第一局，马龙打得非常好啊，他把速度变化都打出来了啊，他在落点上他有长短啊，在旋转上他有上下旋，在战术上他有吊正手打反手，啊，结合侧身打得很活，而且进攻的手段很多。这局球来说，樊振东前半局发动的太慢，上来1比6落后啊，后半局稍微好一点，但是就从第二局开局来说，马龙还是延续了第一局很好的这种发挥的势头，还是你的速度再快，你的变化再多，还是首先要坚持上手进攻，赢得一种先手主动的局面。对于马龙来说，这场球制胜的关键是。你看樊振东他在场上有股子霸气第一次参加全运会能够表现出这样的水准，我觉得连张继科他们都无法匹及。对。因为一般都是一步一步，而马龙呢是速成。所以观众可以看马龙这个落点打的，他每板球的落点打的是非常讲究的，在快速相持当中，樊振东的反手很强，所以他都是先打在中间，然后再打开。但樊振东我觉得这个应变能力也是不错的所以刚才这个球也是马龙利用变化我们说是半推，半拉，弄了一个下旋长球，速度很快打了一个樊振东一个措手不及。这个球是樊振东标志的球，就是说，一个是反手拧拉，有机会我就发力，快速变现，然后就打起对攻来，我主动变对方正手。这个球速度也快，力量旋转也非常强，一般人是禁不住他这一下变现。樊振东虽然调动的比马龙慢了一点，但是场上他还是有股子自信。双方在第二局现在打成了5平。他这个球我觉得有点像张继科的那种高质量，反手板板都能致命，都能分。李晓东教练，我觉得从打法上来看，就是马龙把他这种轻灵快变打出来的话，从球路上应该是不惧怕像樊振东这样的，就是像大力水手似的，重型武器。您觉得呢？这个要看，我觉得马龙胜负来说，主要因素看自己，他还真不是看对手，因为我刚才说了，他这种组合拳真打出来的威胁很大的。
我也给马龙做过技术统计。你比如说马龙打得好的时候，他多板相持赢了以后，他特长气；相反呢，打多板相持输了以后，他也会连输。所以我就觉得这场球，就说的从技战术上，马龙技战术能力，马龙还是占了一点上风。是的。但是从打法的先进上呢，包括拼劲上，樊振东可能能够挽回一点下风的这种局面。是的。关键还是看两个人的发挥。如果两个人发挥都好的话，马龙可能胜面大一点。樊振东就是说的要用士气，要用这种凶狠，逼迫马龙犯错误，逼迫马龙这个组合拳打不出来，看看他能不能制住马龙。七平，回摆，好球。就是在前台的这种变化控制，完了控制以后的争抢上手来说，樊振东因为这个是个细活樊振东这个出道时间比较短，所以这种细活他这种手上感觉、调节能力上的跟马龙还是有差距。他过多的打这种球，他是不合算的。你看这种球就是打起。樊振东能够一板一板，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高质量的弧圈球，他是能够得分主动的。这个东西他要拼上手，拼质量，就是相互之间，它是两个不同的球路，看谁能把对手引到自己的路子上来，对，这就打通了。是马龙最有把握的一个反拉，马龙很相信他的正手反拉技术。所以关键时候马龙这个发球的话，一出台以后就等于送死了。所以这个球来说，我觉得每一板球都应该在凶狠、积极主动的前提下，还有一个严谨。哎呀，这个球我觉得接的还是有点草率，是吧？你看这球轻推，又没推出个质量，推的也软。被樊振东侧身卷拉直线。11-9，这样小将樊振东，我们看到王浩也在为解放军队的小将樊振东加油。双方在前两局呢就打成了1平，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继续为您带来第12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男单的决赛。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马龙，来自北京的马龙对解放军的小将樊振东的第3局。李指导，你看第2局马龙应该说前面很主动，对，但是到了后面被樊振东拿下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比赛场上的局势会重新来定位。对。马龙还是要玩细活是马龙来说其实从这个前1局半球打得还可以，第2局打到5比3领先，但是后边的球马龙从变化的次数少了，从进攻来说这种也相对的少，就你控制再好的话，你是控制不住的。好球，这球太漂亮了，马龙在远台
啊，跑动当中连续发力进行进攻。啊，这个球呢，最关键他在跌跌撞撞的一个情况下，他还能穿到高质量的穿到了樊振东的反手直线，导致樊振东这个球啊翘脚，没能够封得住。好球！哎，这个球马龙这几个就打得不错，对吧？樊振东调动他打了一个逆向思维，打了个直线。这个球又主动，你看变长了以后，啊，反手勾了一个樊振东的大脚。所以马龙一定要有质量的变化，一定要坚持有速度。哎呀，这个球啊！你看就这种控制是控制不住，因为樊振东的这个旋转力量太强，啊，不是很好防。如果要形成上旋以后，这个旋转就没那么强，球就稍微的正规一些。马龙就打相持这种压力会小很多。对，不要形成那种让樊振东一下一下的发力。侧身，哎呀！这个球其实马龙的落点拉的还是很正确的，对，只是这种穿透力，对他本身穿透力不强，所以马龙尽量不要离台太远，离台太远的话，他球就有点匀速，在近台他出手要集中一些，他能打出一些突然性，打出一些爆发力的球就好很多。推到后面他就没有那种，所以这点上樊振东也挺可喜的，原来是一个攻强守弱的打法啊，他在比赛当中啊。也在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啊，就刚才那个球就打出来的啊，3、4板的积极防守以后，还能打出啊反手反击啊，这点作为年轻运动员很难做的。另外，李晓东教练，我从整个全运会来看，就是樊振东呢，他确实进步神速，因为在比赛场上我们看不到一些年轻选手这种很稚嫩的一些表现，就是他在场上还是整体显得比较成熟的，而且在场上的心理他起伏不是太大。他就说的跟他以前比，他进步比较大。但是就说了，要作为一个超一流高手来说，啊，我昨天在解说的时候也说，就是还要给他一定时间，他会产生一些。还要观察。不是，他要锻炼，他要打造。你比如他跟许昕啊，3比0领先以后，许昕变了个节奏啊，他就可以乱2局。啊，好在他第6局他调整好了。是。啊，如果说第6局许昕还8比7领先。如果让许昕拿下第6局，他这个犯的错误就算大了，致命了。好球！这个球来说，马龙就打得非常聪明，是吧？我可以从画面看哈，你看马龙诚心弄一个高的慢的，然后再突然加速，加速里头还有一点旋转。这2个球差别非常大。是。所以樊振东就面对这种变化来说，他站位他都站不。马龙还是要从变化上来突破。现在比分是8比4，马龙在第3局领先4分。
马龙明显感觉到自己有些着急了，需要暂停，冷静一下。他8比4领先的时候被对方追了2分。重新捋一捋思路。现在我看这个场外的81队的教练王涛跟北京队的张雷都是我们这个新生代的教练，也是新生代里的少壮派。2个人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住一个屋子。是同一批吧？不光同一批，住在一个。王涛是您的队员吗？我记得。张雷在北京队，我也管了他很长时间。我觉得就是说当时2个是哥们儿。张雷有一次这个奥运会没参加。其实竞争就是跟王涛竞争。王涛当时跟吕林配的双打，获得了奥运冠军。王涛当时张雷很难受，夜里头也睡不了觉了。王涛还陪着他喝点酒。现在是对手，2个人王涛是81乒乓队的队长，张雷是北京体工队的，现在已经到副大队长，那管乒乓球。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在这次全运会的间隙有这么1、2天的时间，像马龙张雷马文革这一批人，他们赶紧找个时间聚一聚，对，在一起吃个饭这个聊一聊天这个沟通也非常好。而且他们这个现在我觉得，就这些年轻运动员都打过世界，说的他们做教练都非常专注，非常投入，这点我们觉得非常欣慰。好，我们一起来看比赛，现在6比8，8比6。这板球，樊振东也是想利用他最有优势的这种反手大力的变直线。球点踩的不是很准，所以他现在拧拉威胁比较大。现在我们的运动员都有一个什么破拧拉的意识，就尽量把球发低发软。好球，就是马龙现在在打节奏变化，就是我先高一点，先慢一点，但我是有意识的。就是樊振东老想马龙胸快的话，他是一种快节奏的准备。马龙突然一慢，他这个作为小孩条件能力稍微慢一点，所以他不适应这个球里的，他就使不上劲儿。马龙就抓住你使不上劲儿，我第2板有备而来，我发力。好球！这样第3局的比赛结束了。代表北京的马龙是11比7，拿下了第3局。现在比赛打成2比1。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第12届全国运动会男子单打决赛的第4局。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第4局。全运会的比赛呢，4年1届。在男单这个项目当中，第1届全运会是来自北京的我们的老前辈王传耀获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第2届全运会是我们老前辈庄则栋获得了冠军。第3届全运会是河北的王文荣获得冠军。第4届全运会是来自辽宁的王慧媛。第5届全运会是来自江苏的慧君获得了男子单打的冠军。6运会就是解放军的王涛，最有实力的生交选手获得冠军。第7届全运会是浙江的直拍选手吕林获得了冠军。这届全运会吕林也相当不容易，作为一个直拍反交打法当年是风靡一时，最终获得全运会的单打冠军。8运会呢是王涛获得2次全运会的冠军。9运会是马林，广东的马林获得了冠军。10运会是上海的王励勤。11届全运会
非常到位的。总的表现到目前为止还是不错。但是从这局看，就是樊振东明显加强了这个上手的意识。拧拉现在几乎每个球都用接发球用拧拉。马龙就是说面对这个情况，及时的进行变化。一个就是发球，我要发好发软，或者我发出长短，让樊振东站不住位，减少拧拉的次数。再有一个就是说，我让他降低这种拧拉的质量，我进行转攻。所以我个人看，马龙对比分的掌握很关键。因为像樊振东这种年轻选手，只要比分是平分，或者他领先，他气特别旺，不可收拾。你压住他几分的时候还好一点。所以就说的马龙，所以尽量还是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跟速度变化，能够取得一种领先的局面。这局来说，马龙也在从开局不是太好逐渐对樊振东的这种拧拉有所适应以后，他也加强了对方拧拉以后自己的抢攻。马龙还是避免放虎归山对，一定要压住对手的士气。这个球，哎呀，这球，这个球拉得很绝，也是一个很绝妙的技术哈，薄。这就是这个球是一偶然球，纯粹用一个摩擦的办法把这个球拉起来，而且刚刚过网，球还是有很强烈的上旋。这算个意外好球。樊振东再想这么拉，他也拉不出来。现在樊振东呢，在第4局6比4领先2分，底线长的。所以这小孩很可贵，是吧？他这个一般的人来说，就是说的。在这种跟高手打的时候，他不太敢发长球，怕对方先进攻他还是能够抓住战机当马龙这个注意力全在前台的时候，他发个长球也是在扰乱马龙。所以打这种实力球以后马龙就是由于力量旋转弱于对手，所以打这种球不是很合算。还是要抢先变化，抢先上手，利用节奏，利用变化来打通。不要跟樊振东拼这种力量。当然，樊振东呢，如果真能够把这种全力的技术发挥出来，也是精彩的一个环节。全运会的比赛真的感受最大的就是消耗太大了因为你每一场都是这样的比赛。对。你从第1场开始打到决赛，场场都是4比2、4比3，每局都这么纠结，所以他这个精力体力要求就是太高了。所以这个樊振东一领先，他就什么都敢干，势不可挡。这个球难度太高了，是吧？他打得非常的高级。他这个球你看他发力都能感觉到他那个手腕甩的那种刹那的那种爆发力。现在樊振东举点，慢拉。樊振东打球，我觉得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上场了以后
他很忘我，对，也没有太多的这种顾虑，在场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一种很超脱的一种状态。对他挺敢担当的。对，你包括他的双打也是吧？我认为该加力有一定加力，甚至有对他就不怕失误，疯狂的时刻。所以他关键时候他能打出一些好球。就跟 NBA 篮球似的，为什么说乔丹棒啊，科比棒？他这个绝杀，他命中率40%多已经很好了，对吧？那其他人连30都到不了，而且宁愿失误，我敢担当。这点来说，樊振东做的是非常好，有担当的精神。对。马龙又追了1分，现在打成了8比10。4比10的时候，小樊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下，小的松了一下，潜意识的。这局来说，对樊振东非常关键。如果让马龙再拿一局，基本上马龙赢了。所以这个王涛教练他还是比较有经验啊。没错。他看现在势头不太好，所以他马上也叫了个暂停。王涛教练呢，这个执教能力，他不仅带出了王皓，还培养了周宇、樊振东、李木桥、尹航这样的一批年轻选手，甚至是。包括北京队的延安也在乒超这个81荣盛重工得到了锻炼，逐渐的成为了主力层的选手。所以王涛非常聪明，也有经验，在这个时刻叫了一个暂停。李指导，您觉得4比10、5比10的时候，小樊松了吧？我觉得他是先松后紧，到8比10那个球里头，他就比较保守了。有个小半高，他推了一下，让马龙侧身了。所以这个比分我就说了，对运动员的刺激反应特别大。好，我们来看关键的1分，10比9，马龙轻挑，形成对拉，马龙冲过去。哎呀，这个球还是通过2个人强的中远台的对抗之后，实在没办法，这个球樊振东是完全依靠他个人的这种力量和旋转取得了最后1分。像双方打成2平，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将会为您带来第5局的比赛。第5局比赛。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为您带来第12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男单决赛的5局。李指导，您觉得第5局开始啊，双方前4局打成2平，接下来争夺的关键点和焦点在哪儿？给我们观众朋友推荐一下。我觉得从前4局看，马龙赢1、3局啊，他都是7分取胜，还是有一些优势。樊振东是24局赢了9分赢，他关键球的能力打得比马龙要强一点。从这局看来说，的确是这场球决定这场球胜负的一个走势。所以这场球的争夺，我觉得也是在开局和前3板啊，这个在开局谁能获得一些优势，在前3板上啊，谁能获得进攻的机会更多啊，下手更快，变化更强的话啊，这个球里头赢面就大一些。所以就是说呢，而且前3板的争夺，开局的争夺来说，需要一些，首先是需要胆量。没错，我们来关注比赛的情况。你看这种球来说，樊振东的胆子还是说比马龙要大一些。马龙你控制1板以后可以，第2板你一定要上手啊。这球连续摆短在男子当中啊，当然女子也是一样，就连续我们叫2次摆短是非常困难的事儿。马龙现在啊还是需要加强
发动和进攻啊。如果老是这么给着樊振东这样的进攻的大量机会的话，对，樊振东的威胁是超强的。这会儿决心跟勇气对于马龙来说更重要。以往马龙失利，我们也给他做过总结，就是说遇到抵抗的时候，他经常是技术质量降低，战术使用保守，出手比较犹豫所以他怎么样能够使自己坚定把自己的这种主动的意识跟这种变化的能力能够体现出来。底线长的打破常规。樊振东敢偷袭，马龙同样敢偷袭长球。就是当时蔡振华局长当教练的时候，包括国梁现在都是，我们其实挺重一个，就是怎么样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发挥的流畅。哎呀，这个球就是流畅。樊振东在跑动当中强势，第一板拧拉之后，第二板边跑动边给到了直线。而且这个球呢是高质量的带有旋转的上旋球，落点呢也打在白线上。哎呀，这球稍显得马龙的这种退到中远台的力量不是太足，整个人显得单薄，是吧？你从身体条件上来讲，马龙和樊振东他也不是一种肌肉类型。樊振东你看多壮是吧？对，他就属于那种有劲儿、力量型。马龙呢属于轻巧变化。白短，马龙拉起来，马龙反手给直线，球出界了。我们知道全运会的乒乓球这一个项目，完全可以代表世界最高水平。也是在这么多天充分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体验看到中国完全可以代表这种高水平的较量，每一场都是高水平。今天的决赛应该说达到了这种最高水平的一个极致的一个代表。对。哎呦，这球这就没招了，这球连擦网都能勒过去。你看这球真是闭着眼睛往前冲，球难度多大，已经掉地上了，还带擦网。樊振东也是表现出了他这种极佳的疯狂的一种状态。现在7比4。又是一个搏杀，李指导，您觉得要打成这样该怎么办？樊振东就你给哪儿我都是一板过，全是爆冲大发力，而且他冲的球根本就没法挡，这种球力量太大。我觉得现在马龙还是稍微消极一点，所以在这会儿还是应该跟对方比上手，就是说尽量的还是这个球我上手，而且就是说呢，第一板上手的质量马龙要高，因为现在樊振东有时候他就有意识给马龙反手底线长。马龙这个球就是为了保险，他所以拉的这个杀伤力不大，这样人家能抓住机会去进攻。再一个就是说，马龙接发球跟台内转球控制还是偏多，他不像樊振东有反手拧拉，一有机会我就拧起来，一有机会我不光拧，我还是拧抽马龙。所以在这两个环节亏了一些。
马龙在5比9落后的时候，他换了个反手发球，包括从4比9，现在他连追了几分，看看他们这2个球的处理。连续，马龙连续穿直线，还是体现一个中远台的这种高质量、高强度的能力问题。所以这个球我就说了啊，这个就是不流畅。为什么？就是说比分打紧以后，马龙浑身的肌肉也发硬，脚底下他就踩不中、踩不实。所以说打得好的时候，你看樊振东这个球里头，就是说他脚底下有根，他手上他打球以前很放松粘球这下很集中，所以他的感觉要好一些。侧切出界了，这样樊振东11比7拿下了第5局。现在17岁的解放军小将樊振东3比2领先于马龙。稍后呢，将继续为您带来第6局的比赛情况。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决赛的第6局。在前5局比赛当中，解放军的小将樊振东现在3比2领先。第6局，马龙在开局开始采用反手的发球。李指导，我想问一问，就是第6局，就是第5局的整个马龙的这个速度变化打不出来，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他的特点出不来？我觉得还是心理的影响。你现在不能强调什么对方的旋转强质量高你必须置死地而后生。都知道我加力、加旋转、加速度，我有点风险，但是人家樊振东人家也加了。人家就能赢得一个主动的局面。其实下来大家都能想的，都能看得明白，就是说在场上你有没有这个魄力。所以我说有时候真正的困难大家都知道，但真正的战胜自己，那是最难的。明知道有风险，明知道是个挑战，那我就敢于去做。在这点上，张继科他做的做的也不错，是吧？你要我原来介绍过，张继科的技术实力是吧？手上感觉变化能力比王励勤、比马林都弱，但是他就是凭着打法先进，凭着这一口勇气他能打出好多好球。樊振东在这点上比较像张继科，他真是在场上很敢干。另外，今天这场决赛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和奥妙就是运动员在场上这种心理微妙的变化，比分呢是此起彼伏、跌宕起伏，而且整个双方运动员呢，到目前都是很努力的去发挥自己。所以看这场球也很纠结，是吧？既希望马龙赢，也希望小樊赢他们也看重这块牌，而且从队伍建设上，他们俩谁赢了，对队伍建设都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但马龙如果能拿冠军的话他以前没拿过那个全运冠军，是吧？他在队里的位置，包括来，这个球好像马龙的脚下没有踩住。我们看拧拉之后，第一板拉中间，这球好像打到拍子的旁边。他还是移动的话，脚下因为可能是地板上有汗，或者是因为紧张以后脚下这种移动，就是脚下不听使唤的不利索了这下总归是移动的慢了以后，影响他的出手。现在呢，场上的情况就是小将樊振东3比2局数领先，现在比分是4比2领先。所以手心手背都是肉，是吧？所以这场球来说，对2个人的锻炼价值也非常大。我现在也特别希望这个马龙在困难的情况下能够置死地而后生，破釜沉舟了打出一种全新的感觉。就是在下风球的时候，以往就是说马龙打顺风球是不错的，但真正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不够坚定。我跟王浩他做的是不错的。对，我也希望他能够通过这种大赛的锻炼能够闯过这关。
哎呀，这个搏杀球很有胆识，偷了一个底线长的。这球樊振东拉球质量并不低，在台面上拉手。马龙侧身进攻。所以这个球要在开局的时候都能打到，所以我说比分啊，跟场上这种局势的压力对运动员的发挥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但现在就是说马龙在就像您讲的第一局包括第二局的那样一种感觉我们说了身轻如燕是吧？在场上跑得很快，拉球很轻盈，好球，能不能打出那种状态？这个球都是太焦急了，是吧？你看，都是2次摆短摆高了以后，让对手等个正着。这球没必要选择2次摆短。对。现在呢，双方呢在第6局打成了6平，而小将樊振东现在就像李晓东教练经常说的，他有一局有本钱在手上他可以犯点错误，但是马龙必须要破釜沉舟。发力，哎，这个球真的是一板绝高质量的相持发力。大家看第一板拧拉起来，第二板抽手这个手腕的力量能够看得出对球的这种冲击力。对。好球！这是你打我一个，我回你一个。所以这会儿的预判很关键，就说你比如马龙接发球，樊振东到底发什么球，能发在我哪里，我怎么去处理？这个球也很危险，对于马龙来说，樊振东已经强势发力了。你看这把球，已经上风了，是吧？上风了，这个球打丢了一个机会。如果能够拉到马龙的反手，那么樊振东是可以拿下这分的。这是北京队的啦啦队，其中有延安的父亲严永国，还有其他的教练和队员。现在马龙还是要真的放开手脚。说归说说的容易，做起来真的太难了。就是你想放开怎么放开法？这个球就是说在紧张的同时要适度同时现在要打出一些就是超乎想象的球。对需要超脱的一些打法不要老是常规性的这种打，那个很多球感觉没有魄力，没有创造性。现在来看8平。马龙发球，拧拉起来，你知道这个球马龙侧身抢拉，好像难度很大。那么前面第一局的时候，我觉得他侧身的拉球各方面都会更上风一些。为什么？就是第一局他一个移动比较快，再一个他胆子比较大，当时压力小。所以他站位比较近，球点比较高。现在他退的稍微后一点，可以刚才从慢镜头看，这个球低于球网，所以难度是比较大了。这个球他就比较好，就是说他这个叫打中间正手短，然后突然投膝反手长。所以现在这个双方压力都比较大，就是大家都有拧拉技术，
所以我发球的时候，既要想到自己抢攻，也要想到对方拧拉的时候我怎么去应对。两手准备，看看樊振东这两手准备做得如何。逆向旋转，发球出台。这个球马龙有点运气啊，打了一个这个球抢拉抢的是不错的。这球有一点乌龙球，你发现没有？不，樊振东防的也好，他完了以后马龙打了一个擦网，在关键时候还是有点运气。现在全场的观众这个情绪高涨，都在为马龙加油，因为马龙的家乡是鞍山人。马龙反超，反手发力，马龙在侧，好的！最后一个球，马龙用他最强悍的一面拿下了最后这一分。实际上马龙的体力也在透支，但是马龙还是将比赛拖入了决胜局。我们稍后见。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第12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决赛，樊振东对马龙的决胜局。好的，马龙在侧。李指导，现在第7局是不是马龙光靠变化，在台前近台的一种多变和节奏不足以制胜，所以马龙要加强一些，要加强进攻，要加强质量。因为变化到最关键的时候，他不能杀伤对手。好球！其实第7局的开局来说非常重要。但是第6局，马龙能在9比9的时候2分前面并不占上风的时刻，扳回第6局。我觉得第7局，马龙在开局还是能够延续上一局的那种势头。现在有时候，你比如说这个球，樊振东这个球，要在前几局他肯定拉的，肯定有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到了一种。这个球马龙拉的也是不错，因为他就虽然就是拉的弧线比较高，但是他旋转非常强。你包括上一局12比13那个球，马龙也是拉的特别转。没错，大家都到了最后的时刻。看来马龙还真不能这么打。这个球他退出去之后，连续进行重板的发力，这个球对樊振东来讲不是很怕，所以你要进攻，需要还是坚持你的特点，就是加速度，不要退出来。这种节奏实际上是樊振东一种习惯的节奏。对，而且这个小孩的反手变直线，的确威力比较大。好的。所以这个球马龙就打对了，突然我给你个长的，逼迫你拉的质量不高，马上我就给你下死手，这是马龙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战术套路，我们叫劈长抢攻，虽然第一点不是进攻，但是我也是拿劈长作为一种手段。这2个球马龙
强势的进攻，也是竭尽全力调动自己。其实，在决赛场上打到第7局，你就应该拿出这样的势头，老是那种就是情绪比较低沉的那种打法，节奏比较慢对自己在场上的调动是很不利的。对，他刚才一个劈长，一个摆短，就是有作为，我想干点事儿，这点很重要，而且有想法，有套路。现在马龙呢，在第7局4比2领先。这个球啊，对于马龙来说就像一针强心剂那样兴奋。这时候就是比谁不犯错误，少犯错误。除非你打死我，除非你下狠手，你不下狠手，我绝不失误。注意控制。那5比3，交换场地。看看我们17岁的黑马樊振东，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对。马龙这个球非常好，对吧？我领先了，我不侥幸。樊振东这球可能以为他要过来摆短的，他突然挑了一个。这样马龙啊，现在第7局有3分的优势。又是一个错场，有了，马龙削一板，弧线很低，马龙反了，哎呀！这个球是一个绝佳的，一个很有气势并且很能够使马龙完全振奋提气的一个球。所以马龙削了一下，樊振东过去的质量不高，因为马龙这球削的还是比较转，比较低。现在比分是7比3，马龙在第7局强势发动，拉开了比分。马龙发力，第2板。马龙现在气也起来了，包括灵感都有了，拉个反手斜的，马上拉个中间，是吧？在这种球里头，他打得不好的时候，他打对方一个点。现在真正到了第12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一个最关键、最让马龙去冲击、兴奋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刻可以产生很多的灵感。我们一起来看8比3，拉开比分。我觉得这时候樊振东可能有点小小的，有点乱了，有点乱，有点小小崩溃。关键在4比3，马龙已经连赢5分了，连赢5分，而且这5分，马龙全靠自己的这种硬性的发挥，对，无可争议的这种完美发挥。哎呀！这种决赛每分都很关键啊。樊振东也有一局10比4领先，让马龙追到10比9。看看樊振东能不能这个不气馁，不放弃，
在4比9，这样一个很不利的比分下，能够翻盘翻回来，充分的体现了竞技体育的它的魅力。赢了。樊振东现在有点乱这就说的这个球打得不是很合理。马龙非常的激动他刚才也有肆意的让观众为他鼓掌。这是第12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赛点，马龙大比分领先。现在樊振东也追了2分双方的暂停都用完了所以现在的心理来说，马龙来说，作为马龙想获胜，千万不能急于求成，或者说的侥幸保守。樊振东还得每球必争。还是很有看点虽然是10比6，来看看这一分。这样，马龙代表北京的马龙获得了第12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冠军。从上届的男单亚军到这届的冠军，虽然这一步之遥马龙走了4年，但是这次夺冠更大的意义在于马龙突破了心理上的魔咒观众朋友们，我们看到马龙和他的教练张雷拥抱在一起，非常激动。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感谢李晓东教练参与我们的解说评论。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男女单打全运会乒乓球的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是由李晓东和杨颖在鞍山奥体中心现场为您做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再见。